价值800多万的兰博基尼大牛，在出了大事故之后，被亨利用了5万美刀买了下来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辆车受损的比较严重，左前方的零件直接被撞没了，车身的结构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，底盘的前端有些下沉，但好在发动机似乎没受什么问题。在把车子带回去之前，亨利先是给电池接通了电线，简单的充了一会儿电，然后就来到车内尝试发动这辆野兽，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。这个 V12 发动机低沉的声浪听起来非常性感，只要大件方面没有毛病，那么翻新的进度就不会太慢。接着亨利来到了车子受损的地方，这里主要是兰博基尼的卡钳，还有里面的各种零件，其中控制臂是弯曲的，拉杆末端完全折断，轮毂的磨损也很严重。由于这是亨利第一次翻新兰博基尼，所以他不确定这些损坏的零件在经销商那里是否单独出售，如果必须打包购买的话，成本可能就会高很多。另外在车子的内部，一些小零件基本上都脱落了，包括前面的倒车镜，在当时的事故现场，应该就是这个倒车镜将挡风玻璃打碎了。简单的检查了车况之后，亨利暂时不打算将车子带回去，而是直接在这个报废厂里进行简单的处理，将坏掉的地方尽量都拆下来。他和报废厂员工合作，很快就完成了初步的工作。不过由于螺丝扭曲的太严重，弄完这部分花费了很大的功夫。与此同时，亨利又订购了新的零件，在等待到货的时候，他先断开了车前的线路，紧接着又拆下了车门，这部分的损伤很小，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毛病，但拆掉之后方便工作空间会变大，方便对内部进行翻新。等全部拆卸完了后，亨利就将这辆车暂时搁置了起来。他利用这几天的时间，认真的学习了一下兰博基尼的操作手册，并弄清楚了车子的详细结构，为后续的组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经过大概1周的时间，他此前订购的快递也到货了，里面主要是一些控制臂等金属件，但很明显都是二手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功能正常就可以用，还能节省一部分成本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另外还到货了一个全新的轮毂，看起来状态非常好，表面还有一个磨砂的黑漆，称之为艺术品也不为过。不过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纸包里面的一个车标，它是安装在轮毂中间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车标，这个轮毂才能卖到很高的价格。亨利这个人脑子比较灵活，他将这两部分分开买，成本自然是能低很多。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把悬挂部分修复好。由于目前报废厂里没有举升机，而且连一个像样的支架都没有，所以他只好选择了叉车，这样操作空间会大一些。但亨利是不敢钻到车子下面的，因为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。他拿着新买的控制臂，站在侧面小心翼翼地组装。这里的结构并不复杂，在亨利的一番操作下，功能很快就完善了起来。接着两人又装上刹车盘和卡钳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帮手拿着一罐类似润滑油的东西，对着卡钳就是一顿喷。这里我就有点不理解了，因为刹车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刹车片与刹车叠及轮胎与地面的摩擦，将车辆行进的动能转换成摩擦后的热能，从而将车子停下来。而这一罐东西如果是润滑油的话，就会大大降低摩擦力，从而影响刹车效果。可能是我有点孤陋寡闻了，视频前的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可以给我科普一下。这部分完成之后，亨利再次操纵叉车，将兰博基尼的高度降低，然后装上了一个轮胎。现在车子总算是能落地了，并且也恢复了一丝超跑的风范。刚才在亨利安装轮胎时，一旁的助手将前面的挡风玻璃拆了下来，同时还将新的准备好了。要我说他还真是挺莽撞的，全程都是自己一个人操作，要是把新的玻璃打碎了，那可就直接得不偿失了。亨利先是对玻璃检查了一番，然后将车子安装槽中残留的橡胶带进行清理。安装挡风玻璃的过程一定要足够细致，助手先绕着框架涂了一层密封剂，然后把吸盘固定在挡风玻璃上。这里他依旧是一个人操作，在亨利面前秀了一把。我想要是摔一下，估计他就再也不会这样了。好在这个过程也是一切顺利，最后再对表面进行一番清洁，车子瞬间就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虽然这辆兰博基尼此刻还是一副破损模样，但亨利的助手却非常激动，他想尝试一下驾驶超跑是什么感觉。在给电池充了一会儿电后，助手就启动了这辆车。不愧是一辆顶尖超跑，尽管还没有翻新完成，但那种霸气已经是把我征服了。助手在车里笑得也是合不拢嘴。亨利向他保证，等车子翻新完成后，一定带着他去兜风。不过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突然，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车子就突然熄火了。众人判断应该是电池的问题，这辆车之前闲置了很久，线路老化的应该很严重，刚才有可能是电池烧了。但经过他们的一番排查，发现只是线路有一些松动。当众人还沉浸在喜悦中时，亨利接到了一些新的包裹，其中在很小的纸箱里装着一个侧面的转向灯。要我说这个灯也太小了，如果在灯光比较亮的街道，可能打开了人家也看不见，这样就容易造成事故。兰博基尼大牛的运转一切正常，声浪听起来更是震撼人心。虽然买下这辆车只用了5万美刀，但翻新的进度却非常快。亨利继续将收到的包裹拆开，最开始都是结构支撑件，后面还有一个前大灯，看起来应该是全新的。现在这辆兰博基尼的零件基本上都收集完整了，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组装。由于此前亨利已经深入了解过车子构造，所以工作起来也是非常快。他先是把车灯装了上去，然后去车内将其启动。这时车头的左右2个车灯都可以正常的使用。但要是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还记得这辆车的启动并不是那么顺畅，当时试车的时候偶尔会自动熄火。
经过众人的检查之后，发现是电池旁边的一个零件出了问题。不过视频中并没有明说，所以狼叔也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。如果比较了解兰博基尼，或者谁修过兰博基尼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。我们接着重新回到车上，助手快速的将坏掉的零件拿出来，然后整理了一下线路，将这个新零件装了回去。这次车子的启动应该就会非常顺畅。There it is, guys. 目前看来车子的翻新非常快，但实际上问题还是很严重的。眼前的这根线头本应该连接在轮胎上，起着检测胎压的功能。不过可惜的是，由于零件的缺失，导致两人找不到连接的插口。另外，全车还有很多根类似的断掉的线路。尽管亨利此前进行了系统的学习，但那也仅限于硬件方面。对于这种线路，依旧是束手无策。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的问题，两人驱车来到了一个工作室，这里也是专门修复跑车的地方。刚一进门，两人就看到一辆漂亮的法拉利，这是主人刚修复完成的。另外，在这个车库里还停放着大量出了事故的跑车，刚好这里就停放着一辆和亨利同款的兰博基尼大牛，而且前端的线路非常完整。助手趁机上前进行拍照，同时确定了插头的型号。这时一旁的亨利也没闲着，他带着镜头来到了院子里。让我感到震惊的是，这里有非常多的大事故豪车，此刻正整整齐齐地被摆放在货架上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兰博基尼盖拉多，还有一个黄色的法拉利458，不过成色看起来非常差。亨利看着这么多跑车，心里开始盘算下一期的素材，到时候可以直接来这里购买。正说着，助手就把兰博基尼开了过来，他要在这个工作室里将线路完全连接好。与此同时，亨利也没闲着，他开车前往商店去准备一些喷漆用的工具。首先就是一些高规格的口罩，能用来防护混杂在空气中的粉末和飘散着的油漆喷雾，另外还有一套防护服。亨利快速地将其穿到身上，然后走进了喷漆车间。这里放着的是之前被拆掉的车身套件，他仔细地贴上胶带，对这些套件进行简单的设计。不过毕竟这是一辆超跑，喷漆方面可不能马虎。亨利先找出其中一个套件，用遮挡纸围出一个方形区域，然后尝试给上面来了一点喷漆。发现一切正常之后，下面就可以开始全面喷漆了。这里他先择的依旧是纯白色，在表面来来回回喷了3层，等到彻底风干之后，用细砂纸进行打磨，能让表面尽可能变得光滑。不过这时却突然出了意外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车身套件表面缝隙里，油漆竟然和遮挡纸粘在了一起，而且面积还有点大，看起来非常明显。为了保证质感，同时不影响美观，他只好将其打磨掉，然后对这个板块重新喷漆。全部结束之后，再给表面来一层清漆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这些套件总算是完成了。接着他给助手通了电话，那边的工作也结束了，线路全部顺利连接。于是两人直接回到了工作室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辆车已经基本接近完成，只要将前面的保险杠等套件都装上去，一辆几乎全新的兰博基尼就诞生了。在彻底完成之前，助手又把车子开了出去，再次上路尝试感受超跑的动力。不得不说，真的很震撼，所有的功能都恢复了正常。接着助手将亨利丢在了路边，自己开车回到了车库。这时的亨利非常疑惑，不清楚他要干什么，于是只好拨通了他的电话。助手说要给他一个惊喜，让他在路边稍微等一下。结果差不多过了20分钟，助手就把兰博基尼彻底修好了。其实也没有做其他工作，只是快速的把车身套件装了上去。现在这辆超跑终于翻新完成，看起来霸气无比。